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3月3号，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好的，说故事时间，那么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们，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听故事、说故事。好的，那么这个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哦。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说一则故事，叫做《小和尚》。在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和尚呢？像有一些信奉佛教的国家，比如说像泰国。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刚刚好像忘了开麦克风啊。好，我现在把麦克风打开了。老师刚刚说到，有很多国家是信奉佛教的国家，那么在他们的国家里就会有和尚，但是和尚一定是男生啊，和尚一定是男生。那尼姑呢？可能你们有学过尼姑这个词啊，尼姑就是这个 Buddhist nun 啊，就是女生啊。如果是 monk 一定是男的，如果是尼姑就是 Buddhist nun 一定是女的啊，女的。好，那各位同学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当然也有和尚啊。那和尚一般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僧侣僧侣僧人或者呢僧侣也可以也可以。当然也是和尚的意思了但是这个称呼比较正式一点点，没问题，也可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位僧人，他是一位僧侣，一般来说也是男生，一般来说也是男的僧人、僧侣好 ，OK， 对，好。那小和尚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们知道和尚一般都住在哪里吗？有没有人知道？和尚或尼姑一般会住在哪里？好，比如说神父或修女会住在修道院里面通常是基督教的，我们会叫他神父 Father Priest， 修女 Nun， 他们会住在修道院或者是教堂。但是呢，佛教的和尚、尼姑或僧侣，他们会住在，答对了，寺庙女和尚我们不会说女和尚，听起来好奇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一般会说尼姑。寺庙好，答对了 ，temple 寺庙，寺院也可以，寺院也可以然后一般是会说寺庙那如果是基督教的神父、修女，他们是住在修道院里面或教堂里面好 ，OK，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好，小和尚最近常常觉得不开心，他每天念经、扫地、挑水，可以，寺庙、佛寺都可以。佛寺感觉就是比较大的寺庙，比较豪华、庄严的寺庙好，而且佛寺里面一定有金佛，金佛。又累又无聊，小和尚最近就是可能最近几天或最近几个星期recently 常常觉得不开心。他每天要念经，南无阿弥陀佛，要念经，好，要扫地，当然他要做一些家务，对不对？那挑水，好，各位同学，可能你们不晓得什么叫挑水，这个就是挑水可能他要用水桶到很远的河流
去把水桶装满，然后再把水这个叫挑着水回到自己的寺庙里，这个就叫做挑水好，那么又累又无聊。好，那什么叫做念经呢？像这样子，一边看着经一边敲木鱼这个东西叫木鱼。好，谁帮我打一下木鱼？它一边叩叩叩，这个动作叫敲木鱼。它一边敲木鱼，一边念经。好，他现在在念经好的，好，希望你们把这些动作记起来又累又无聊，对，敲木鱼好 ，OK， 木鱼好用敲的好，有时候大和尚们会开他玩笑，小和尚很介意，一整天都愁眉苦脸。好，有时候 sometimes 有时候不是小木鱼，是敲木鱼好，大和尚们，那小和尚当然他的年纪很小，大和尚通常可能是成年的和尚，对不对 ？Wooden fish, yes ，yeah， 会开他玩笑。我们说开玩笑，开 somebody 玩笑就是 like make fun of someone or like对，就是这个意思开他玩笑就是会消遣他，中文也可以说消遣他然后小和尚就很介意 care about it, mind it， 他很介意，他不喜欢。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很介意的话，那么表示你很在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让你不高兴不开心，没有办法释怀，你没有办法释怀 You cannot let go of it， 你没有办法释怀。你们知道释怀这个词吗？你会很在意好，一整天 the whole day， 一整天都愁眉苦脸。如果你愁眉苦脸，你会皱眉，然后你的表情很不开心。释怀，对 Mandarin 释怀。所以如果你愁眉苦脸的话，表示你很忧愁你很不开心的感觉可以，你可以说诵经也可以念经跟诵经都可以。诵经当然比较正式一点慧君诵经比较正式一点，诵经好，那怎么办呢？小和尚很介意，他没有办法释怀道教的寺庙也叫庙，我们一般叫庙宇，一般叫庙，道教的也可以叫寺庙，没有问题晚上睡觉前，他常想，当和尚真苦，我是不是不适合待在寺庙呢？好，这是呢好，所以晚上睡觉前，小和尚睡不着，小和尚可能失眠了。你们会不会失眠？什么叫失眠？就是晚上睡不着，失眠。如果你想很多事情，你可能会失眠，你晚上睡不着好，艾云说，为什么和尚要敲木鱼？应该是让他的心情比较平静让自己专心，所以他会敲木鱼对，好，当和尚真苦，我是不是不适合待在寺庙呢？好，那各位同学其实我觉得不止当和尚很苦，当人也很苦，对不对？要赚钱，要工作，要照顾小孩，还要学习，当人也很辛苦好难，对不对好，所以和尚就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待在寺庙呢？我是不是不应该当和尚呢好，对，失眠有一天，小和尚忍不住去找老和尚，希望能得到答案。所以这件事情小和尚非常的在意，非常的介意，所以小和尚没有办法解决心里的疑问，
没有办法解答，怎么办呢？他当然要去找一个更聪明的人来帮助他。寺庙里面最聪明的人就是老和尚，就是他的师傅。小和尚忍不住去找老和尚，老和尚应该会给小和尚一个答案，对不对？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好 ，OK， 对，不适合 ，OK，not fit，not suitable。忍不住这个词很棒哦，请大家记起来哦。Cannot help， 忍不住哦，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可以说忍不住哭了，忍不住哭了。You cannot help and cry， 对不对？啊，忍不住。哦，好，小和尚低着头说：“师父，我心里有很多烦恼，很难受，我该怎么办？”好，忍不住开始学汉语啊！哇，乔玛你真的是太好学了哦。好，忍不住一般是我忍不住开始学习汉语，那很有可能你很久没有学了，你一直想要学习啊。好，那低着头，你也可以说低头就好了。你可以说低头。师父，我心里有很多烦恼。各位同学，你们的心里有没有很多烦恼呢？我觉得是人就有烦恼。你要烦恼钱够不够，你要烦恼小孩，你要烦恼老公，你要烦恼太太，你要烦恼中文没有进步的事情。人有很多烦恼，对不对？你们心里有很多烦恼吗？介意跟在意，意思差不多啊，意思差不多啊。好，很难受，很难受，表示你觉得很不舒服啊。如果你觉得太热或太冷，你也会觉得很难受啊。所以可能天气会让你觉得很难受，或者你身边这个人很吵，或者说一些你不想听的话，很难受，你不喜欢他，或者你有很多烦恼，你也会觉得很难受啊。好。我该怎么办 ？What can I do？ 我该怎么办？哦，好，老和尚微笑 ，smile， 拿出一小把盐，倒进一杯水里，轻轻搅了搅。好，好的，老和尚拿出一小把盐。那如果这样拿，可能是一大把。如果你用手这样抓一大把啊，那就会说一大把。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我们说一小把，可能是用手指头这样子抓一小把，抓一小把。好，所以老和尚微笑，拿出了一小把盐，倒进一杯水里。好，轻轻搅了搅。如果你说搅，我们就用什么？我们会用一个搅拌棒或一根小木棒在杯子里面像这样搅一搅。好 ，stir 搅一搅。好，这个是搅，记得这个字哦，搅一搅啊。好，谢谢白兰啊，白兰支持老师，非常感谢哦。汤匙很好 ，spoon，可以用汤匙，你也可以用筷子，用一根筷子去搅一搅，或拿出汤匙搅一搅，茶匙也可以 ，teaspoon， 你也可以拿茶匙搅一搅啊，你也可以用手指头啊，对不对？用手指头搅一搅也可以，看你要用什么工具，你可以用手指，可以用汤匙啊。好，老和尚说：“来，小和尚，你来喝一口。”小和尚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好咸，好难喝。”好，那这个很有意思哦，因为这杯水里放了一些盐，当然它喝起来是很咸的太咸了，可能喝起来太咸了，所以很难喝，很难不好喝皱起眉头，皱起眉头好 ，OK。那为什么老和尚要叫小和尚这样做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老和尚点点头，没有说话。接着，他拿出一袋盐，刚刚只是拿一小把盐，
现在呢，老和尚拿出一袋 a bag of 一袋盐，带着小和尚走到寺庙后面的湖边。好，那各位同学，老和尚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好，在告诉你们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词汇哦。来，接着是什么意思？就像英文的 next，like first，next。那 first 的中文应该怎么说呢？首先，首先。然后你要说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接着，就像英文的 next，first，next。首先，接着，你也可以说首先，然后，可以，你可以用接着，也可以用然后，就像英文的 next。其次，也可以，不过其次我觉得比较正式一点的表达，也可以。我们可以说首先，其次，首先，接着，首先，然后，都可以，都像英文的 next。好，一袋盐 ，a bag of salt。然后带着小和尚走到寺庙后面的湖边。OK， 好，那他们要做什么？老和尚把整袋盐 whole bag of 倒进湖里。哦，这么多盐倒进湖里啊！然后对小和尚说：“现在你去喝一口湖水。” OK， 到底他想要做什么呢？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哦。老和尚把一整袋盐倒进湖水里，跟小和尚说：“你去喝一口湖水。”哦，好。于是比较是 like as a result 的意思哦，不一样。Mandarin 说：“估计湖水不难喝。”好，小和尚照做了，湖水尝起来很干爽，清爽甘甜。好，不要加很哦。湖水尝起来清爽甘甜，一点也不咸。诶，刚刚不是倒了一袋盐进去吗？那为什么湖水不咸呢？刚刚喝一杯水，一杯水里才放一点点盐，就很咸了，很难喝。那一整袋这么多的盐，一整袋盐倒进湖水里，小和尚尝了湖水，觉得一点也不咸，反而很干爽清甜。干爽啊，我怎么一直说干爽？清爽甘甜。好，清爽 is like it's very like good to drink, very good to drink。甘甜 even a little sweet， 甘甜啊。好，为什么呢？好，那你们都告诉老师原因了。兰墨说，因为湖水和盐巴的比例不一样，湖水比较多，而且多很多。一袋盐其实它的比例比较少，其实不多，所以其实喝起来湖水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一样甘甜好喝。那像林子说，因为湖水的水量太多太多了，就算你把一袋盐倒进去，也不会影响湖水的味道哦。清爽甘甜就是说喝起来让他觉得哇 refreshing and taste sweet， 对啊，它是这个意思，喝起来让你哇甜，有一点点甜的感觉啊。好，那这里老师想要告诉你们一个词哦，叫照做。什么叫照做？如果一个人说话之后你照做了，你就是 follow one's words。OK，you follow the instruction。所以比如说，李朝老师告诉你们哦，你们一定要每天背10个生词哦，然后你开始每天真的背10个生词了。李朝老师说的话，你照做了。李朝老师说的话，你照做了，就是 you follow one's words, you follow one's instructions。所以这个词你们要记起来，非常好的一个词哦，非常好的一个词哦。好，照做。好，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人说的话很好，很有道理，那你可以照做，照他的话去做，照做哦。对，有人说湖水是淡水，没有错，所以喝起来不咸。那如果是海水的话，喝起来很咸，对不对？喝起来很咸哦。好，那我们这里介绍一下淡水跟海水。淡水就是 fresh water， 海水就是 sea water， 淡水、海水。小和尚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老和尚笑着说：“孩子，你的烦恼就像盐一样，可以照着谱唱，可以就是 follow the， 你可以说照着这个乐谱唱歌，可以啊。Yeah, according to you can say that or follow 也可以啊。好，小和尚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好，我们说露出什么的表情？露出什么的表情 ？Like you show kind of expression， 但是这个表情是疑惑的 ，like a doubtful expression。好，所以这个词请大家也记起来，露出什么什么的表情 ，like you show the kind of expression，and the expression is doubtful， 疑惑，就是这样。小和尚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种感觉哦。好，你也可以露出了开心的表情，开心的表情啊、露出了伤心的表情，伤心的表情。好，老和尚笑着说：“孩子，你的烦恼就像盐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如果你的心像一杯水，比较少，对不对？一杯水里的水很少，那么一点点烦恼就会让你很痛苦。你的心好像一杯水，一杯水里的水量很少，所以放一点点盐，你就觉得好咸好咸，就像烦恼一样，一点点你就会很痛苦。好 ，OK， 可以露出喜悦的表情，很棒哈。可是如果你的心像一片宽广的湖，那么烦恼再多，好，这里的烦恼就是 and then 的意思啊，你还是会像湖面一样平静。好，你的心如果像一片宽广的湖 ，like wide and vast， 宽广的湖，那么你的烦恼再多，你也不受影响，你也不会被影响，对不对？你的心还是会像湖面一样 calm and quiet， 平静。我们如果说他的心很平静，表示他不容易生气，他的心不会起伏，他的心情是不会起伏的 ，no up and down， 他的心情是不会起伏的啊。然后呢，那表示你这个人不容易生气啊，也不容易会有变化。哦，那这样的人比较稳定，个性比较稳重哦。好，那记得哦，湖的量词是用一片湖，你也可以用一面湖。好，各位同学帮我打一下湖的量词好不好？你可以用片，一片湖，你也可以用一面湖。好 ，OK， 所以湖的量词请你注意哦，像一片宽广的湖，那么我倒的盐再多也不会影响湖的味道。那么就像你的心跟湖一样宽广的话，一点点烦恼也不会影响你哦。好 ，OK。老和尚接着说，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有好也有不好，你也可以说有好也有坏，也可以这样说哦。好。人生，各位同学，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好的事情，也可能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会遇到很大的事情，也会遇到芝麻小事。我们中文说芝麻小事，很小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会让你伤心难过，有些事情会让你开心喜悦但是你的心一定要像湖面一样宽广，不要容易起伏好蓝墨说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今天好像是元宵节，对不对Lantern Festival，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对，芝麻小事，什么叫芝麻 ？Sesame， 芝麻小事表示这件事情很小很小很小，你不用去在意它，这个事情没什么，很小 ，no big deal， 那种感觉，芝麻小事好。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但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心变得像湖一样宽广。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不顺心。什么叫不顺心？就是 against your wish。against your wish， 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件事情是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好，但是你可以选择 ，you can choose， 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心变得宽广一点，不受烦恼影响。OK， 好，所以各位同学，其实快乐跟悲伤跟你遇到的事情没有关系，快乐跟悲伤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选择了悲伤，那当然你会一整天流泪，一整天不知如何是好，你不知所措。但是你的心选择了快乐，那么就算这件事情很不好，你也会觉得乐观开心所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开心还是悲伤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你们也可以说芝麻蒜皮的小事，这件事情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可以说芝麻小事都可以这些词汇其实你们听到之后如果你能够学起来是很好的这些词都算是口语中很常听到的词汇你可以说芝麻小事，芝麻蒜皮的小事这些词都非常的好好 ，OK。所以你们想要选择快乐的过生活，还是悲伤的过生活呢？你自己的心可以决定如果你的心像湖面一样宽广，那么你可以包容很多事情，你可以原谅别人，你不在乎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你不在乎这件事情会让你损失很多钱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只要你选择开心快乐的过生活，那么事情是不会影响你的这个都是你自己的选择。OK， 就算你遇到了很悲伤的事情，你还是可以选择乐观面对它好，小和尚懂了，他向老和尚鞠躬，对不对？鞠躬是什么 ？Take a bow。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90度鞠躬，90度鞠躬，对不对？鞠躬什么时候要鞠躬？你要向对方表达敬意的时候或谢意的时候，你就会鞠躬鞠躬会弯腰那日本人都会90度鞠躬好，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了不少。好 ，OK， 所以老和尚说的话小和尚懂了，所以他的心里平静了不少。他告诉自己，我的心也要像湖面一样宽广好，我每天都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时间是很重要的人的一辈子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没有办法赚1分钟或1秒钟。这1秒钟1分钟过去了就过去了，它不会再回来了。
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1分钟或1秒钟啊。对，不顺心就是不如意啊，慧君没有错，不顺心就是不如意。好，我们来问问题哦。问题1，小和尚为什么不开心呢？刚刚好像有提到很多事情，对不对？很多事情让小和尚不开心、不顺心，他觉得不高兴。好，你还记得有哪些事情吗？好像有这个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没有错。好，那么有人说小和尚每天念经、扫地、挑水，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他好像不适合待在寺庙里。还有呢？还有大和尚们都开他玩笑，大和尚们都开他玩笑，所以他觉得生活无聊。第二个，他不喜欢大和尚开他玩笑，对不对？好，那其实老和尚的意思就是小和尚的心还不够宽广。好，很棒。我们看第2题。问题2，老和尚先让小和尚喝什么？老和尚先来 firstly 让小和尚喝什么？喝可乐，还是喝奶茶，还是喝咖啡？老和尚先让小和尚喝什么？有人说小和尚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生活很无聊，他必须每天念经、挑水、打扫，然后又有大和尚们开他玩笑，对不对？生活又很辛苦，又很无聊我是不是不适合待在寺庙里呢？好，黑松沙士，黑松沙士，喝盐水，好，答对了，喝盐水。但是这个盐水是怎么样的盐水？是1小杯盐水老和尚拿了1小把盐倒进1杯水里，让小和尚喝了1口，对不对？我们要去回忆一下我们的原文说了什么老和尚拿了1小把盐倒进1杯水里，让小和尚喝了1口。那小和尚有什么反应？小和尚说好咸so it's so salty， 好咸真难喝， It's really bad to drink， 真难喝。所以各位同学，当我们看完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定要 summarize，我们一定要去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读过什么然后你的中文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的组织能力越来越好了。The ability to organize your thoughts becomes better。 所以你一定要去 summarize， 你要去总结你刚刚读过的东西，再把它说一次，那么你的组织能力就会更好好，我们看一下第3题。问题3，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寓意？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Inspiration， 寓意 moral lesson， 启示 inspiration。我觉得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开别人玩笑，因为可能别人会不高兴、不开心，所以我们不要像大和尚一样开别人玩笑，我们不要随便开人玩笑好，我们要厚道。老师很喜欢这个词叫厚道。我们做人要厚道。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做人要厚道，不要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don't say mean things。做人要厚道，不要尖酸刻薄summarize 叫做总结我们可以总结
总结 ，summarize，give a conclusion， 总结。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乔玛说，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宽广。乔玛说，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宽广，很好。小和尚不开心是因为他每天念经、扫地、挑水，又累又无聊。对，白兰说的很好，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烦恼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心在做选择，是你自己在做选择。你可以开心的面对，你也可以悲伤的面对，这是你的选择。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悲伤，可能不是这个烦恼造成的，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自己要选择我要悲伤，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快乐啊，对不对？好，秀珍说要有一颗宽大的心，不要烦恼，多原谅别人，很好，原谅别人其实有时候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Okay, sometimes when you forgive other people, you're also forgiving yourself. 烦恼不是真的，只是我们看不破，放不下。哇哦，这句太棒了！烦恼有时候不是真的，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Actually, worries are imagined by yourself. 不是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事情的角度和看法不要因为芝麻小事就给自己很多烦恼，心也要变得宽广。总之，我们生活中的悲观或者是悲伤都是我们自己的選擇烦恼是眼不见心不烦，你就不要看烦恼，烦恼就不在那儿。You know, sometimes don't see the worries, and worries actually do not exist at all. OK， 好，做事情要有忍耐心，很好。好，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每个人对这个故事都有不同的解读。老师希望你们看完这个故事有不同的想法，有一些启发。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好，老师会念3遍，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念3遍。挑水，挑水，挑水，脚，脚，脚。好，这个我看一下大陆怎么念，鞠躬，鞠躬。大陆念鞠躬。好，这个我用台湾的念法好不好？我比较习惯鞠躬，台湾会念鞠躬鞠躬，大陆会念鞠躬鞠躬，鞠躬好，再来皱眉，皱眉，皱眉。好，寺庙，寺庙，寺庙。好，念经，念经，念经。有时候你觉得心情烦躁的时候，你也可以念念经好，哈德文说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一直抱怨，要努力，也不要听别人拿我们开玩笑的闲话。好厉害哈德文，很棒好，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你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一些道理，然后改变自己看事物的想法。有时候转个念，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世界更宽广。当你觉得世界更宽广，其实你的心也变宽广了。那么或许你会发现烦恼不再是烦恼，烦恼不再是烦恼。当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美的东西，那么烦恼就不再是烦恼了好，那么元宵节快乐，我们星期4见，大家晚安，拜拜。